我国的科学家又创造了一个世界纪录，就是量子通讯的最远距离100公里。那这个量子通讯到底是啥？它是不是大家认为的超光速通讯？那今天我们就用容易理解的话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量子通讯啊。当然还有量子计算机和量子隐形传态，这3项技术非常的前沿，它们是对量子叠加态、量子纠缠这2个神奇现象的直接应用。好，我们先说量子通讯。其实量子通讯的全名是量子保密通信，那我们往往会直接把保密2个字直接给扔掉，但这2个字是最重要的，因为丢了保密2个字容易让人产生误解，认为我们现在正在研制这个突破光速的通讯方式，其实并不是的。量子保密通讯最重要的就是信息的安全和保密，那说的具体一点叫量子密钥分发，简单说就是这项技术只是用到了量子的测不准关系以及叠加态原理对信息进行加密的一种手段，这就是一种量子密码系统而已啊。实际上的信息传递还需要依靠经典的通道，也就是用光速这个来完成。好，那在说量子密码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经典的密码系统。我们知道传递信息和互相交流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比如说我们一开始的写信，现在的打电话，还有微信。那在传递信息的时候，我们不想让其他的人看到信息的内容，对吧？所以就需要对信息进行加密。我们能够想到最熟悉的场景就是谍战片。假如你现在要给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同事传递信息啊，你想说今晚行动，如果你直接在纸条上写下这4个字，要在途中或者事后被人截获的话，那后果就严重了，对吧？所以你需要对今晚行动这4个字进行加密。这里说的加密并不是把这个纸条放在盒子里锁起来，而是要变换一种表达方式。怎么变换？这就需要传递信息的人和接收信息的人事先约定好这个变换规则啊。假如你现在约定数字10代表了这个汉字金，6代表了晚，7代表了行，4代表了动，这个约定的变换规则就是密码本或者叫密钥。这样你只需要写一行数字10、6、7、4就可以了。那么接收信息的人通过密钥就能够翻译出原文，那你们这样就完成了一次这个保密通讯啊。这样的加密系统也被称为对称加密系统，或者是私钥密码系统。从私钥密码系统这个词就能看出来，这样的加密规则只有接收方和这个发送方2个人知道密钥的形式。不过这种密钥的形式很容易出现漏洞，容易被破解啊。比如说你俩在经过多次的通讯之后，窃听你的人能够从中很快的发现规则，破解你们的密钥。当你们知道自己的密钥已经被破解以后，就需要再次约定新的密钥。约定新的密钥在分发的过程中还有可能被人窃取的，所以这种私钥密码系统它的安全性并不高，所以人们就整出了一个非对称密码系统，一个公钥密码系统。比如说接收方先弄一个极难破解的专用密钥，这个密钥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知道，然后再根据这个专用密钥再衍生出一个公开密钥，他就可以把这个公开密钥向外公布给所有的人，任何人都可以用这个公开密钥把这个信息加密，然后传递给他。那么接收到信息以后，他就可以利用自己的专用密钥破解出原文。这个公开密钥系统的优点就在于，依靠专用密钥衍生出来的公开密钥不怕被窃听，就是直接公开的啊。如果没有专用密钥，很难破解出原文。不过公开密钥系统的关键在于专用密钥，它必须要具有绝对的无条件的安全性，才能够保证整个密码系统不能被破解。那这个问题好办啊，我们知道2个质数相乘可以轻松的得到一个合数，但是想要将一个合数分解出它的2个质因数却比较困难，而且随着合数位数的增加，这个难度会呈指数级增长的，这就是大数的不可分解性。就是说我们将实物进行质因分解，可以得到3和5啊，这个看起来很简单，这是因为15只有2位数。那如果我让你分解这个数啊，懵了吧？不仅你分解不出来，数学家也分解不出来，因为目前对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有效的算法，只能一个一个质数去尝试，这就导致了就算是计算机来算也非常的缓慢，而且每增加1位数所花费的时间会增加3倍，所以只要这个大数它足够长，按照目前人类的算力是无法破解的。因此我们就可以把2个质因数的乘积当做公开密钥公布出去，把2个质因数当做专用密钥，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安全性非常高的，目前看来无法破解的密码系统。这也是我们现在常用的加密术 RSA 算法。但这样的加密算法依旧有漏洞。那上面说了不能破解，是因为我们计算机的算力不足。如果算力大大提高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威胁到现在全球的信息安全了？是的，
当量子计算机诞生以后，算这个非常的简单，因为量子计算机能够进行指数级的并行运算，也就是可以同时处理更多的运算。比如利用传统的计算机分解一个250位的数，可能需要几百万年的时间，但是量子计算机也就几分钟就完事了。那为什么量子计算机的效率会这么高？因为量子计算机的存储和逻辑门与传统计算机完全不同。在传统计算机中，一个信息的最小单位就是一个比特，用0或者1来表示。比如说我们让开关闭合，电子通过就代表了1，开关断开就代表了0。那现在传统的计算机读取信息获取了一组数字1010，这就4个比特。我们知道8个比特代表了一个字节，1024个字节是1K，1024K 是1兆等等。那在量子计算机中，传统的信息单元就变成了量子比特。那么什么可以作为一个量子比特？凡是具有2个量子态的系统都可以比如说一个电子它具有这个自旋属性，它可以处在自旋向上和向下的叠加态当中，它就可以代表一个量子比特。那如果我们现在约定自旋向上代表了1，自旋向下代表了0，也就是说一个电子比特可以传送2个信息，而在经典计算机中，一个量子比特只能是1或者是0只能传递1个信息。那除了电子以外，原偏见光子也会处在左旋还有右旋这个叠加态当中，它也可以当做一个量子比特。由于一个量子比特可以同时代表2个信息所以在量子计算机中可以同时处理 i 的 n 次方个不同的运算。假如说我们现在有500个量子比特，那么它就可以同时进行 i 的500次方个运算，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因此利用量子计算机再加上特定的算法，破解现在的 RSA 加密数轻而易举。不过大家不用担心自己的信息安全，因为现在的量子计算机还只是一些躺在实验室里的原型机，它跟我们通用的计算机还差得很远。现在的量子计算机只是在处理特定的问题上展现出了它的优势，也就是我们常听说的实现了量子优越性。而就算有了量子计算机，我们的信息依旧很安全，因为量子加密系统它已经走在了量子计算机的前面。你看，在量子密钥中，我们可以利用量子态对信息进行加密比如单光子的偏振方向。假如说垂直方向上的偏振就代表了0水平方向上的偏振就代表了1。如果在传输的过程中有人截取了这些光子，那么他在没有获取正确测量这些光子偏振方向的时候，只要对光子进行测量，就会改变光子的量子态。它不仅不能够获得正确的信息，而且还会让发送者和接收者知道光子的量子态已经被改变了，知道了信息已经被窃取了，然后就会放弃本次通讯。所以说量子加密系统是一种利用物理规则的一种加密手段，也就是量子态的一触即变。跟这个计算机的算力大小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量子密码具有无条件的安全性，无法被破解。那我国的墨子号就实现的是这种量子密钥天到地之间的分发，那分发的过程也是以单光子的技术来实现的，所以分发的速度它也是光速。好，那最后我们说下量子隐形传态，这才是真正的量子通信不过只是在传统的经典通信过程中加入了一个量子通道，总体上来说传输的速度还是限制在了光速虽然速度没有提高，但是这种通信方式可以做到以光速传递一个实物。那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把一个真实的物体从空间 A 以光速传递到了空间 B， 是传递的是它的量子态，这就好像是把这个东西瞬间传送到了遥远的地方，所以叫量子隐形传态。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在 A 点有一个电子1，我们现在想把这个电子1传送到遥远的地点 B， 那么我们就需要在这个 A 和 B 2个点之间搭建一个量子通道，这个量子通道就是2个互相纠缠的电子 E1 和 E1。 那现在在 A 点将电子1和电子 E1 进行某种关联使得 E1 的量子态和电子1的量子态完全相同，那么这个时候处在 B 点的电子 EI 的量子态也会发生改变的，因为 E1 和 EI 是2个纠缠的这个量子对。但这个时候处在 B 点的人，他不知道 A 点的人对电子1和电子1做了怎样的关联，对吧？所以这时就需要一个经典的通道比如说打个电话，那么 A 点的人告诉 B 点的人他做了怎样的关联，那么 B 点的人获取了消息之后，然后就对 B 点的 EI 进行相应的变换就会使得电子 EI 和之前的电子1拥有完全一样的量子态，这就像是实现了把这个电子1传送到了这个 B 点，其实只是传送了它的量子态。
所以这项通讯技术叫做量子隐形传态。这跟科幻电影中的瞬间传送并不是一回事啊！科幻电影的传送是瞬间完成的，量子隐形传态需要借助经典的通道来进行，有一个光速，对吧？科幻电影传送的是实物粒子，这里传送的只是量子态。那么量子隐形传态以后能不能实现传送一个实物？比如说把一个人把我们身体里面所有粒子的量子态传送到遥远的地方，然后在遥远的地方把这些具有和人相同量子态的粒子再组合起来，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人，能不能实现？估计是无法实现的。毕竟我们一个人不仅仅是由微观粒子组成的，我们还有这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意识的存在，对吧？好，那关于量子通讯、量子计算机和量子隐形传态就说到这里啊，这是我之前的一篇文章。好，我是理论科学，点个关注，我们一起学习有趣的科学知识，拜拜。